沈妃勾结禁军统领，意图谋反。镇北侯沈清知情不报，大逆不道，私自尽。沈家，臣族斩首示众。沈二小姐拒绝我的代价你付不起，镇北侯府很大，我就让你看看这大龙朝到底谁做主。 沈二小姐，我们爷说了，请你回去做妾。我跟你们拼了！沈家已经没了，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我们爷说了，明媒正娶你不愿意，那就回府。 贱婢，带走！放开我！放开我！今天哪有王法吗？王法？华妃娘娘在一天，大荣朝我们华家就是王法。跑走！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追！ 有事才去，你现在就办！站住！让你跑！臭娘们！ 还挺能跑啊！今儿就让哥几个都尝尝味儿！别过来！别过来，我就杀了我自己！你杀呀，说不定……放开我！华妃的家奴，好大的胆子！谁？给老子滚出来！知道爷是谁招的吗？ 是谁笑我日如梭，心如墨？是谁叹我一生万人离合？长路漫漫长漂泊，夜萧瑟，风又起，雨又落。 他们都死了，你可以走了。我已经无家可归了。那关本王什么事？我知道您是谁。哦，您是定王殿下。求王爷帮我，我想进宫。本王凭什么帮你？
我已一无所有，留此贱命，只为复仇。很好，证明给我。这就是你的证明方式。送我进宫，我什么都愿意做。若是别人，本王确实懒得理。可偏偏你这张脸，和先皇后一模一样。先皇后，陛下至今难忘的白月光。没错。可惜啊。可惜什么？可惜什么？先皇后眉心一点红，眼睛似作。你嘛，现在呢3个月达不到本王的要求，就自己离开。先皇后身段柔软，一舞惊鸿。你呢？大雪天里冻死3天，都没你硬。过来吧。勾引本王，先皇后生前最是妩媚，你若能学会3分，便算是出师了。王爷，你是要跟本王拜把子吗？你来吧。王爷，学会了吗？命不能不要，还要脸吗？
这王爷很气势。记住这个感觉，这就是皇兄最喜欢的。东方有志，十二王，从今日起，你的名字叫宁和。不好意思来迟了，皇上心疼本宫昨夜辛苦，便让本宫多睡了一刻，真是皇命难违呀。听闻华妃娘娘苦练了3个月的奇神舞，要在今日献给皇上，臣妾可期待着一饱眼福吗？听闻当年先皇后就是凭借着一曲奇神舞，终结了大荣朝连续4个月的洪灾，不仅被封为皇后，执掌6宫，还被皇上放在心尖上，直到今日。华妃娘娘此举，这还不明显吗？定是要效仿先皇后，意在中宫呗。时辰到了，苍天在上，近日多暴雪洪灾，朕今率群臣以赤诚之心，祭告天地，愿上天垂怜息止暴雪，朕必当勤勉理政，以报天恩。皇上，臣妾有一舞要献给您。皇上，您快看！热情如此酷秀，这是哪儿找来的佳人？这不是华妃娘娘苦练了3个月的奇神舞吗？她跳了，华妃还跳吗？这女子身姿窈窕，舞姿曼妙，华妃再跳，不是自取其辱吗？快看，雪变小了。祥瑞，此女真乃祥瑞，让朕来击鼓。皇上，您乃万金之躯，怎能为一个巫女奏乐？朕乃天子，天命之下，采衣于神。这个勾人心魄的妖女，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民女是定王府里的舞女，名叫宁渊。听闻陛下为洪灾劳心，特意献上一曲《齐神舞》，为陛下分忧。定王真是好手段，竟养了这么个舞女，祭神大典上都敢勾引皇上，祭神大典上淫词艳舞，你该当何罪？民女有罪，还请圣上责罚。怎么会这样？她怎么和先皇后长得一模一样？柔儿，这找了你18年，你终于来找朕了。民女颇有之姿，不敢冲撞先皇后的名讳。像，太像了。传朕口谕，封舞女宁渊为贵人，赐居小月宫。皇上，你在哪儿啊？调皮，和从前一样。皇上，快过来，快过来！寡人喜欢。朕要生气了啊！在哪儿呢？快过来！快过来！要想斗倒华妃，这一步是无论如何也避不过去的。皇上，你怎么来了？你看起来很失望。你难道还真想怀上皇兄的孩子？当然不想，我只想扳倒华妃，以报我沈家上下70余口的死仇。很好，那便怀上本王的孩子。这样，即使本王失败了，坐上那个位置的人也是我们的孩子。皇上，臣妾有事禀告。让我进去。娘娘，让你就不要为难老奴了。娘娘，
出去！你疯了！王爷，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谁在那里？皇上有刺客！护驾！出去了。皇上没事就好。传朕旨意，宁渊护驾有功，升为宁嫔。谢皇上。娘娘，这是您之前让国舅爷调查宁嫔，国舅爷给您的回信。这宁渊竟是镇北侯沈家的二小姐，沈宁那个贱人的妹妹。用这点小伤换一个品位，娘娘，皇上有旨，请您去昭庆殿。皇上可是有什么事？皇上请娘娘过去，定是还有赏赐。娘娘快去吧。给华妃娘娘请安。你一个嫔位，见本宫当行叩拜大礼，不懂吗？娘娘，臣妾的手是为护驾受的伤，想来皇上也不会忍心让我行叩拜大礼的。好利的嘴！来人，在，把他给我拿下！是。你要干什么？他知道。定王此刻已经在昭庆殿了，今天本宫就让你们两个有来无回。带走。是。华妃，干什么？皇上请看。臣妾看宁嫔一舞，心中存有疑动，便派人去查了。原来这宁渊竟是反贼之后，镇北侯府的庶出二小姐。皇上明察，臣妾13岁入定国府，根本不认识什么镇北侯。皇兄，宁渊从小在我府中长大，我府中人皆归本宫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本宫的父亲派人去翻查了教乐坊的乐籍，根本就没有宁渊这个人。皇上也可以去查。沈宁私通外男，理应满门抄斩。可他的妹妹沈园却利用皇上对先皇后的思念，改头换面潜入宫中。怕不是对沈家之事怀恨在心，意图刺杀皇上吧？听闻昨夜宁嫔侍寝时曾有刺客出没，莫不是？此事关乎2条人命，皇上可要三思啊！皇上，人有相似，何况这画像？是。来人，把宁妃拉出去砍了。是。皇上，臣妾昨夜拼死救你，怎么会是逆贼呢？
上冤枉！冤枉？那这画像作何解释？臣妾没法解释。不解释，就是承认你是沈家之后。他当然没法解释，因为他就是。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欺君之罪，斩于午门。皇上，臣妾根本不认识什么沈家，臣妾只知道自己与皇上有10年之约。皇上，你忘了吗？老君山上的小白兔曾替您挡下一剑。什么小白兔啊？你不会告诉我你是小白兔化成精进宫来报恩的吧？华妃年纪小，入宫晚，不知道10年前皇上到老君山上香，曾遇到刺客，幸好被一名猎户的女儿救了。皇上，臣妾当年替您挡下的剑，伤口疼得厉害，眼睛都哭肿了。您当时为了帮我转移痛处，逗嫔妾说，转眼间哭得红肿，可爱的像个小兔子一样。皇上，您忘了？是你。臣妾努力进定王府当武姬，就是为了再见你一面。既然皇上对我起了疑心，那嫔妾唯有一死，以证清白。朕派人寻了你10年，原来你就在朕的身边。皇上，凭什么他说自己是个什么小白兔，他就是？万一他骗你呢？好了，华妃，宁嫔以死明志已经足够了，少在这胡闹。我自有办法自证清白，请殿下回明。皇上，当年刺客的剑是不是射向这？是这里，就是这里。娘娘可还有疑问？贱人！既然娘娘没有疑问，臣妾还有个问题想当众问个明白，否则……朕在这里，有何不敢？说。谢皇上。嫔妾想知道，为什么华妃娘娘能使唤皇上的亲笔？嫔妾记得御前侍卫，除了皇帝，谁的命令都不能听。华妃，好大的威仪啊！朕的亲笔，你使唤的可真顺手啊！皇上，没有朕的旨意，你们带着兵器闯进来，是想造反吗？皇兄，臣弟以为右相已经执掌宫禁太久，久得让这些奴才都已经忘了谁才是他们。定王说的没错，来人，在！御林侍卫意图不轨，拖出去斩了，把他们的头装起来，送去右相府中，问问他们怎么治理禁军的。是。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臣妾没有冒犯您的意思，臣妾是着急，怕您被奸臣所蒙骗。臣妾的父亲也绝对没有想要掌控禁军的意思。好了，华妃也是无心之失，右相手里还有雍州军，他要是要造反，那我们就都该睡不着了。念在你是初犯，禁足1个月，好好想想
荣华富贵是谁给的？谢皇上。你的画像并不难找，万一被人发现了，你我就都是死罪。到时候打算如何脱身？我有个朋友住在老君山上，10年前他替狗皇帝挡了一劫，救了狗皇帝的命。狗皇帝不过是安慰了他几句，他便痴痴的爱上了他。你猜他后来怎么样了？入宫为妃。你做什么？后来右相想让女儿进宫为妃，怕他分薄了他女儿的宠爱，并派人杀了他。当年他受的箭伤就在这个位置。你打算假扮他？可是右相早把他杀了。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我说是右相不敢说不是的人。杀害皇帝心上人的罪，他可担不起。殿下，我入宫后，请快安排人把我的画像送到右相手上。皇上万岁，助我一臂之力。右相逝世只是我复仇的第一步，等着吧，下一个受死就是你华妃。娘娘，皇上翻牌子了。宁嫔，是的。娘娘别生气，宁嫔就是占着先贤，皇上心里最宠爱的还是您呀。宠爱有什么用？本宫要宁嫔这个贱人死！小兰，我记得你有一个同乡，身上有点功夫，在进士房当差，是不是？是。很好，小兰，带他来见我。是。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时辰还没到吧？这不是去侍寝的路，你到底是谁？我是来送你上路。放开我！放开我！别怪我，要怪你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放开！你把我接过来，然后我就死了。傻子都知道是你杀了我，你也活不了。既然要来杀你，就是准备好了跟你一起上路。小主放心，你先走，奴才随后就跟你一起走。再到明日，公主发现我们，你们会认为我们是一对有情人，被皇上拆散，所以在此殉情。我不能死在这里，张姐的仇还没报，沈家的仇还没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你要救的那个人也活不了。读对了，只有你活着，才能保护住你想保护的人。娘娘，好厉害的嘴！我能帮你救他。如今这宫里，皇后跟华妃分庭抗礼，他们分别背靠左丞和右相两股势力，你拿什么向我保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权力能成为保护他们的盾，也能成为刺向他们的利刃。
哎呦，小主梦魇了。这梦中力气大，奴才没抱稳小主，让小主滚落在地，还伤了自己的腿。挺聪明，这么短的时间就找到一个无论对皇上还是对你背后主子都天衣无缝的说辞。希望小主说话算话。放心。对了，叫什么名字？要不要跟着我？我喜欢聪明人。谁在说话？小主，退后！蜈蚣真的有鬼啊！难怪说进绿蜈蚣者死，这宫里的传闻是真的。你说什么？这是绿蜈蚣？这是绿蜈蚣外围，你不知道吗？哎呦，淘气鬼来见长姐，怎么还带着脸纱？他呀，满脸都脱了红疹，不敢见人。哎呀，母亲，你别笑话我了嘛！长姐，你又用了宜兰香吗？真好闻。宜兰香，这是宜兰香的味道。张姐，是你吗？你最爱用宜兰香了。小主，别去啊！张姐，我是圆圆啊，圆圆来看你了。哎呦，张姐，圆圆好想你，你见我一面好不好？张姐，圆圆入宫来替你报仇了。张姐，圆圆来了，快出来吧。姐姐，姐姐，你终于肯见我了。混蛋，不是鬼。云芳姑姑，云芳姑姑，你怎么在这儿？对不起，云芳姑姑，我来了，对不起。云峰给您主儿请安，您主儿平安喜乐，长命百岁。姑姑，我不是姐姐。云峰给您主儿请安，您主儿平安喜乐，长命百岁。云峰给您主儿请安，您主儿平安喜乐，长命百岁。云峰给您主儿请安，您主儿平安喜乐，长命百岁。您主儿请安，平安喜乐，长命百岁。我给您主儿请安，您主儿平安喜乐，长命百岁。小主，小主，这是……你不是已经猜到了？这些就是你姐姐。
惭愧了，入宫前那么坚决，现在却这么老了死。我没有。没有？你告诉他，你入宫以来到底做了些什么？你着和先皇后一模一样的脸，想做后宫独一份宠爱，可为什么华妃到现在还在上蹿下跳？现在你就受不了了。沈妃当年可是被割掉舌头，砍下四肢，活活做成人质，浸泡在腐臭的粪便里，直至活活熬死。她不愿意连累沈家，不愿意连累你，至死可都没有认错。我一定能让华妃死，我一定会让她死，我让她全家都给我姐姐陪葬。娘娘，娘娘，走，我们去找皇上，一起去小月宫捉奸。你点的是什么？离情香。你怀了本王的孩子，今晚本王会设法引皇兄前来，给这孩子过过明路。孩子？娘娘这么敏感，这才多会儿功夫就有反应。还记得本王教你的吗？弹成了风，山边的蓝天，情深的人能否偶然心动，连着心痛，长夜要灯火烛明。皇上吉祥，华妃娘娘吉祥。臣妾衣冠不整，请皇上恕罪。你这副狐媚样子给谁看呢？奸夫呢？皇上，臣妾冤枉了。这小月宫里只有臣妾一人，哪来什么奸夫？你与奸夫苟且，本宫亲眼所见，岂容你狡辩？让我看看，这奸夫在哪儿呢？怎么可能？够了，不要再闹了。本宫知道，这奸夫一定是藏在了这玉桶之中。娘娘，娘娘，没事吗？狐媚胚子，少来碰本宫！华妃，你闹够了没有？皇上，奸夫一定就藏在这玉桶之中。让开！
上，华妃娘娘如此冤枉臣妾，臣妾百口莫辩，臣妾唯有一死，以证清白。是，朕知道，是朕让你儿受委屈了。皇上，够了，走开！反正口谕，华妃骄纵跋扈，囚禁昭华宫，今诏不得外出。臣妾遵旨。好了，爱妃，是朕错了，别哭了好不好？皇上就不相信臣妾，才会。朕向爱妃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冤枉爱妃了。真的？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宁嫔娘娘有喜了。皇上，皇上，传朕的旨意，嫔妃宁氏德才兼备，孕育龙子，功在社稷，得昭后宫。今日起晋为妃位，以彰其美德，以礼后人。这贱人，贱人！娘娘饶命！娘娘饶命！你那个老乡于贵，竟然连这点事都办不好，竟然让他一路升到妃位，和本宫平级。你说你该不该死？该不该死？娘娘，此事另有隐情，奴婢还有一计可以确定出击宁嫔娘娘。啊！那日若不是丁王殿下突然出现，于贵已经得了手。他跟奴婢说，他眼看事不成，就假意投降，留在了宁妃身边，给娘娘当内应。昨日夜里，他给奴婢传了信，说有了除掉宁妃的好办法。说来听听。娘娘，若是宁妃在后宫之中行巫蛊之术，后宫会怎样？这巫蛊之术一向是后宫禁忌，若是能坐实，自然是杀无赦。于贵掌管着小月宫上下的一切杂事，在什么地方放了什么东西，岂不是轻而易举啊？你在干什么？主子吉祥，奴才只是打扫一下花瓶上的灰尘。本宫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皇上今晚也要过来，万不能有闪失。主子放心，奴才跟膳房他们打好招呼，都是鲜活个大的螃蟹。
皇上，臣妾伺候您用膳了。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会令人上吐下泻，苦不堪言。皇帝，您自求多福吧。爱妃可真贴心。皇上龙体抱恙，今日早朝取消，所有政务仍由各部院按常规处理，重要事项可随时奏报。钦此。皇上病了，真是天助我也。启禀皇上，华妃娘娘听说您病了，哭了一早晨，定要来见您，还说什么？说就算违抗禁足圣令，被午门处斩，也要先确认您龙体无恙。胡闹！让她进来。是皇上。皇上，姐姐你怎么来了？皇上，真没事。你一向身体康健，今日却突然抱恙。宁妃，你是怎么照顾皇上的？华妃，皇上，不是臣妾胡闹，臣妾近日听闻有人在宫中行巫蛊之说，皇上今日又巫蛊之说，此言属实。千真万确，皇上才在小月宫留宿一日就……皇上，依臣妾看，这背后捣鬼之人，一定就是他，宁妃。皇上，臣妾冤枉啊！冤枉？那你敢让本宫搜搜吗？皇上可还记得答应过臣妾什么？巫蛊之说，兹事体大，女儿做善不可放过。看来皇上还是不相信臣妾。宁妃，你就不要垂死挣扎了。来人，给本宫搜！慢着！皇上，您真的要看着华妃这样折辱臣妾吗？传朕旨意，全宫搜查，皇宫每个角落都不准放过。这华妃、静妃、皇后那儿都会去调查。爱妃放心，朕不会传着不利于你的风言风语的。你冤，死定！启禀皇上，没有搜到。怎么可能？一群废物！宁渊，你还有何要解释？臣妾知罪。来人，将宁渊拖出去，即刻杖毙！且慢，皇后娘娘旗下。臣妾给皇上请安了。皇后，你怎么来了？臣妾听闻有人在宫中行巫蛊之事，秽乱后宫，谋害圣上，都怪臣妾管教无方。呈上来，给本宫看看。皇上，臣妾曾听民间传说，男女二人若将头发剪成同心结，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都能再次相遇。臣妾不该那么贪心，我不该偷拿皇上的头发呀！剪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妃只是想与朕良心不已，何罪之有啊？皇上，够了，此事到此为止。启禀皇上，华妃娘娘的宫中发现了巫蛊之物。皇上，冤枉呀！皇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是你们想要陷害本宫！奴才冤枉！冤枉！皇上，臣妾一颗心都在你身上，怎么可能想要伤害你呢？皇上，你个贱人，你说是不是你要陷害本宫？慢着，这又该怎么解释？说，有什么事，朕给你做主。华妃，平日里你就这么虐待下人的？传朕口谕，嫔妃华氏，失德悖逆，过于邪术，行巫蛊之术于进宫之中，其心可诛，其罪难恕。今非华妃贵妃之位，贬为贵人，有求昭华宫，钦此。于贵，本宫有一计能救出小兰。主子，第一步，你让小兰找机会给华妃献计，让她以巫蛊之术陷害你。若是你在后宫之中行巫蛊之术，又会怎样？于贵掌管着小月宫上下的一切杂事，在什么地方放了什么东西，岂不是轻而易举啊？第二步，偷桃换女，将巫蛊娃娃调包。第三步，让皇上病一场，给华妃制造发难的机会。第四步，当华妃胸有成竹来小月宫的时候，将真正的巫蛊娃娃放到昭华宫。华妃一来，小兰自然无语。把这封信送回府邸。是。宁轩，就凭你也配和本宫斗？华妃娘娘可真是好命啊！这才罢黜了几天，兄长就凯旋归来。如今不仅复了位，皇上还复了他协理六宫之责。如今连皇后娘娘的赏花宴都赶不来。最近科举放榜，一甲的进士有一半都是右相的门生。兄长凯旋，父亲手握一半的朝堂，华妃怎么还会把皇后放在眼里？娘娘，华家再怎么势大，中枢始终掌握在左丞手里，亲疏远近，皇上自是心中有数的。就是啊，前段时间镇北侯被满门处斩，镇北侯的兵权不就落到了左丞手里吗？好了，后宫不得妄议朝政。娘娘小心！静妃今日是怎么了？你还怀着龙胎，万事要小心。来人呐，宣太医！启禀皇后娘娘，静妃娘娘她小产了。怎么会这样？皇后娘娘，自从丽妃半月前给锦绣宫送了贡花，我们家娘娘一连几晚都没睡好，如今孩子也没了，还请皇后娘娘救救我们家娘娘。这怎么可能呢？娘娘明察，臣妾真的没有害静妃。有没有害静妃，查查不就知道了。回禀娘娘，店里养了大量的五色梅，这些花香气逼人，若是闻久了，有些人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宁愿，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害我的龙胎？
皇后娘娘，臣妾真的没有做，你要相信臣妾啊！这事可大可小，看来妹妹得去洞宗人死。娘娘，宁妃是皇上心尖上的人，慎重。既然如此，那便让皇上来一套。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回皇上，是静妃房里的花出了问题。这花，据静妃的婢女说，是宁妃送来的。皇上，臣妾真的没有做，臣妾只是觉得静妃娘娘房中太过冷清，让人送了些花过来。既然宁妃说了是让人送过来的花草，那应该问的是静室房负责花草的奴才。领过来，让朕问一问。皇上，笔快放！吞吞吐吐做什么？负责花草的小旗子上吊自尽了。奴才在他房中找到了这个。宁妃，放肆！就凭你也敢拦本宫？华妃娘娘恕罪，皇上有旨，任何人不得接近宁妃娘娘半步。张嘴！是。在这宫中当差，也明白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华妃娘娘好大的气派！怎么，华妃娘娘这是来公报私仇，落井下石了？以谋害龙嗣，其罪当诛。本宫肩负协理六宫之责，自然不能坐视不理。来人呐！在。赏宁妃娘娘50大板。是。放开！放开！娘娘，放开我！宁妃会咬龙胎，不宜拿板子，可以用那个。你敢！本宫还有身孕，若是伤了孩子，你们担当得起吗？那你伤了静妃的孩子，你又如何担待啊？有心！你说人命就不好，不就是几根手指，又伤不到龙胎，哪那么娇贵？继续！你联合于贵和小兰那个贱人陷害我的时候，不是挺得意的吗？怎么现在不笑了？是生性不爱笑吗？笑！我让你笑！你真可怜。你说什么？靠着父兄封了妃，皇上还是不爱你。你复位后，皇上可去过昭华宫？贱人，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皇上最爱的就是本宫，这话你自己信吗？你得意什么？一时盛宠，却下场凄惨的人多了。在这宫中，想要屹立不倒，凭的只有权势。你就在这儿等死吧！宁渊，我的孩子，
才还会有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扳倒华妃。计划都顺利，证据已经备好。很好。明日午时，我们一起为华家敲响扫帚。启禀皇上，奴婢有要事禀报。何事？这盆五色梅是从静妃娘娘的宫中搬出来的，刚搬到花房没2日，花房里面的鸟就全都死光了。奴婢去请了掌管花鸟的刘大夫，刘大夫说是什么？是这土里被下了西江奇毒离魂散。谁会拿西江奇毒去害几只鸟呢？他们不是害鸟，是静妃娘娘，还有我们娘娘。哦，难道静妃不是因为五色梅花而流产的？不是花，是土。他们故意将毒下到了五色梅的土里，静妃娘娘身体不适，大家自然会以为是花香的问题。可静妃娘娘流产是这个土里的剧毒。皇上，我们娘娘真的是无辜的呀！传来福，刘大夫和张御医。启禀皇上，这是在静妃娘娘那里挪出来的关于五色梅的图。启禀皇上，此图里确实是西江奇毒离魂散，不仅令人流产，闻久了还会丧失神智。查，与朕查！皇兄，据臣弟所知，这离魂散制药工艺极其复杂，所要的可都是西江的毒虫虫草，且药制成之后，毒性周期极短，如果超过1个月，毒性就没了。如果能查清宫中有谁月内去过西江，此事便也明了。定王殿下所言极是。传华妃、宁妃、华云江觐见。臣妾给皇上请安。快起来！谁把你伤成这样？都是宁儿的错，华妃娘娘只是对臣妾用了些刑，都是臣妾身体不好撑不住，还没了孩子。什么？华妃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动用私刑！我真的没有伤害静妃娘娘，臣妾委屈。朕知道了，朕给你做主。好你个小贱蹄子，本宫不过训斥了你几句，竟然告状告到皇上这儿来了。皇上，你好得很啊，华家很好。皇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臣妾怎么听不懂的？你不懂，我看你懂得很。皇上，你大中午的什么事儿召见臣呐？有什么事儿啊？臣妾……皇上，华将军，进宫觐见怎么不讲佩剑？你知道个屁！老子有先皇恩准，进宫可以不摘佩剑。那用这离魂散毒害皇嗣，这又是谁批准的呢？瞎胡说什么呢？整个宫中就只有你一人1个月内去过西江。老子可是去打仗，整个大戎朝也就老子一个能打仗的将军，这还是本将军的错了？难道这大戎朝没有你就不行吗？难道不是吗？难怪什么？难怪民间总说说什么？臣妾不敢说。朕恕你无罪。臣妾进宫前，
总听百姓说，这大荣朝，华家才是真正做主的人。朕旨意，华云江与华妃合谋谋害皇嗣，其罪当诛。华妃褫夺封号，囚禁冷宫，华家满门斩立决。皇上，臣妾绝没有做过此事，此事定是误会啊！来人，在！皇上，臣没有做呀，是有人嫉妒臣，有人要陷害臣呐！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寂寞酒锁春朝，往事难开口。怎么？你是来看本宫笑话的吗？本宫早就教过你，权势才是这后宫中屹立不倒的唯一法门。本宫爹爹的党羽遍布朝堂，他定不会看着本宫和哥哥在这宫中含冤受辱。你就等着瞧吧，真相很快就会查明的。到时候谁拿离魂散害本宫就让他一口全都吃下去。华妃啊，华妃，你简直蠢得让我惊叹呢！你说什么？负责花草的小旗子是你的人吗？我要挑选几盆花草送给静妃，她得你旨意，故意选择了会影响孕妇状态的五色梅。事发后，你杀死小旗子，坐实我故意陷害静妃。没错，可离魂散不是本宫下的，是我下的。五色梅和离魂散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离魂散是西疆剧，而后宫刚从西疆回来的，就只有你哥哥一人。可这经不起查。可皇上不会查，因为他想杀你全家性命的决心，已经远过于查出凶手本身。胡说！你胡说八道！功高盖主4个字，难道没听过吗？你是故意的！你故意激怒我兄长，想让他的意见实在没错。但还是要感谢你那蠢透了的哥哥，配合的好啊！贱人，我要去告诉皇上！华妃，害我沈家上下70余口性命，今天就是还债的时候。你公猜的没错，你就是沈宁那个贱人的妹妹。就凭你，也敢妄议我姐姐！小贱人，想知道你姐姐是怎么死的？她是被割了舌头，切下4肢，活活做成人质，然后泡在腐臭的粪便里，直至气绝身亡的。女人，你进宫是想为你姐姐报仇吧？还有我腹中未出世的孩子，还有我这背后不上下70余口的性命！宁远，宁远，你真可怜。沈宁既不漂亮又不得宠，我为什么要害她？还有镇北侯府，你们70口畜生很值钱吗？杀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深入腐臭了这么久，却找错了仇人。不是你，那是谁？想知道吗？说！
我就不告诉你。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娘娘吉祥，你藏了什么东西？拿出来！这也是带离婚伞的图。宗人寺为什么会有？这孩子是这么来的？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求娘娘饶命啊！娘娘饶命！是定王对不对？娘娘饶命！求娘娘饶命！是我，你又何必为难一个人？谢言，那也是你的孩子。我知道，但想扳倒华家谈何容易？静妃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妃子罢了，她的孩子不够分量。他的孩子不够分量，我的孩子就够分量吗？先皇后也曾因冤受刑，没了孩子。所以你为了激起皇上的愧疚，连自己的孩子都杀。谢言，你畜生！必要的时候，任何东西都可以是筹码。阿远，我们的孩子没有派人欺死，华家的冤屈现在已经落到了本王的手里。还差最后一步，阿远，只差最后一步，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到时候你想要多少孩子，本王就给你多少孩子。王八蛋！曾经，我有一个温暖的家，爹娘慈爱，姐妹相伴。如今，他们皆已不在，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我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娘娘，这是皇后娘娘听闻您小产，特意给您送来的补药，让您养养身子。这花纹，娘娘，这是官窑天青兰花纹，规制很高，只有皇后娘娘能用。只有皇后能用。是你既不漂亮又不得宠，我为什么要害她呀？还有镇北侯府，你们70口畜生很值钱吗？杀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前段时间，镇北侯府被满门屠斩，镇北侯的兵权不就落到了左丞手里吗？皇后，我要让你血债血偿！宁儿小产，
心里难受，朕打算尽一尽她的位分。皇后觉得是贵妃好，还是皇贵妃好？皇上，大荣朝还从未有过皇贵妃的先例。宁妃又刚入宫不久，晋升太快，怕是会引人口舌。引人口舌？朕看谁敢！皇上，华妃娘娘轰了。皇上，宁妃娘娘在冷宫逼死了华妃娘娘，逼死宫妃，按律当斩。皇上，臣妾知道皇上舍不得，那便让宁妃先到东郊的慈恩寺避避风头吧。右相虽已失势，但其党羽还未尽数歼除。若是他们联合起来，怕是会引得朝堂动荡了。朕倒要看看，这天下朕说了算，他们说了算。听说皇上给宁妃进位，不知是真是假？是真的，听说要直接晋为皇贵妃，那岂不是大荣朝第一个皇贵妃？真得罪！皇贵妃有协理六宫之责，对我扳倒皇后有莫大的助力。皇后，你加诸在我们沈家的一切，我都要你10000倍的还回。皇上有旨，宁妃娘娘接旨吧。其他妃子哪有这样的待遇？臣妾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宁妃逼死废妃华氏，有违宫规，发配慈恩寺思过，钦此。罪妃宁渊既入了我慈恩寺，就要遵守慈恩寺的规矩。打今儿起，做饭是你，劈柴是你，扫地还是你。凭什么？你们什么身份，敢这么对我们娘娘？掌嘴！哎呦喂，还娘娘呢！自大荣朝建朝以来，进慈恩寺的就没有能活着出去的。今儿我就让你这贱婢知道什么是规矩。一人30刀。你监工。是王爷。敢私通外人，待我禀告皇后以后，也要将你们剥皮削骨，今日之仇。皇上，你做噩梦了？皇上可需臣妾侍候皇上。来吧。算了，自己睡吧。你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朕。啊！定王殿下怎么突然想起我了？阿元，我知道你还在为孩子的事怪我，但你可知道，只要有皇后在，就算我什么都不做，你也断不可能生下这个孩子。皇后绝不可能允许宫中再出现一个华妃。谢爷，你说过，无论我想要多少孩子，你就给我多少孩子。没错。那我现在就要。
皇上近日工作繁忙，身心疲惫，我等嫔妃虽不能替皇上分担，但至少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心。皇后娘娘所言极是。钦天监算出今日是难得的好日子，本宫决定连夜前往京郊的慈恩寺为皇上祈福，不知各位可否愿与本宫一同前往？皇后娘娘不愧为后宫表率，臣妾愿往。臣妾愿往。宁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捉奸，这辈子都别想再回宫了。阿元，本王发誓，在本王登基之后，必定会封你为皇后。谢言，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皇后死，我姐姐，我爹娘，我沈家70余口的性命，我一定要他血债血偿。阿元，我答应你，我全都答应你。不好了，不好了，皇上来了！大胆狂徒，竟敢夜闯慈恩寺，不给点颜色瞧瞧，老娘就不叫宁渊！娘娘您歇着，让小兰来，小兰会会这个狂徒。给。住手！宁儿，是朕来看你了。皇上，你忠心护主，朕恕你无罪，快下去。谢陛下饶命。皇上，吓死臣妾了。朕不知道你还有如此泼辣的一面呢。臣妾哪里泼辣了？臣妾罪孽深重，每日都在慈恩寺里面认真反省，抄经抄的手都要断了。这抄经啊，可以静心凝神，是好事儿。皇上要是喜欢，抄在臣妾身上。好。哎，这慈恩寺不正是宁妃被流放的地方吗？对啊，对啊，她在哪儿呢？既然来都来了，理应看一下才好吧。不知宁妃现在在何处啊？启禀皇后娘娘，嫔眼睁睁地看着这宁妃娘娘和一个野男人当众搂搂抱抱，往后面的厢房去了。这会儿，宁妃娘娘的肚肚恐怕都挂在那狂徒的腰带上了吧？什么？岂有此理！好啊，这个小贱人竟然私会外男！皇后娘娘，你们一定要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抓起来！是悠悠一抹斜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它。天哪，这宁妃竟然如此不知羞耻！宁妃所为乃是诛九族的大罪。皇后娘娘，您看此事到底如何是好啊？此事有损皇家颜面，不宜声张。来人，在。
将宁妃与狂徒就地诛杀，对外宣称宁妃暴毙。放肆！皇上，臣妾不知道是您的。朕看就是平时待你太好了，揍得你尊卑不分了。皇上，臣妾冤枉啊！是慈恩师太说宁妃与外男在此私会，臣妾是怕宣扬出去，有损皇家颜面。皇上，凭您亲眼所见，宁妃娘娘与外男私会，娘娘的婢女还称她为定王殿下。皇上，臣妾白日里确实见过定王殿下。皇上，臣妾之所以见过定王殿下，是往后构陷宫妃，其心可诛，去菩萨面前跪着思过。是。谁在装神弄鬼？我好疼！你是谁？我的胳膊，我的脑袋，他们都好疼啊！你是沈宁？我什么都没有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本宫这么对你，你又能如何？本宫是皇后，是本宫唯一的主人。其他那些嫔妃，不过都是皇上的玩物而已。就这么对你，你只能受着。你表现我与外男私通，为的是我沈家的兵权，你图我沈家70余口的性命。皇后，你拿什么还？大荣朝建朝600年，我太原王氏屹立1400年不倒，兵权当然要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你们沈家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们斗？沈宁，我告诉你，本宫害死的妃嫔、皇嗣都够填平护城河了，你算哪根葱？也敢跟本宫叫嚣？别说是你和你那区区的70几口破落户，就算是改朝换代，另立天子，也是我皇家一句话的事儿。构陷宫妃，谋害皇嗣，诬陷忠良，好大的胆子！朕竟然不知，朕的枕边人竟如此恶毒！皇上，此香只会令人精神亢奋，却并不会让人精神错乱。皇后所言，句句属实。原来是你，是你在背后陷害。这桩桩件件哪一件不是你所为？何来算计之术？你可知道她是谁？她根本不是宁媛，她是镇北侯家的2小姐，沈宁的亲妹妹。她进宫就是为了报仇的。谋害嫔妃，诬陷忠良，皇后，你还有什么说的？我才是天下最傻最蠢的女人。你以为华妃爱你吗？华妃爱的是权势。你以为那些嫔妃爱你吗？她们爱的是你给的荣华富贵。你以为她爱你吗？
进宫就是为了给沈家报仇的。在这紫禁城，只有我最爱你的人，分明只有我。皇后，你干什么？胆小如鼠，枉为天子。我真是瞎了眼，才爱你这么久。臣妾与皇上两不相欠。放肆！传人口谕，皇后失德。皇上，容臣妾再提醒你一句：太平王室自建朝起便手握丹书铁券，王家永不废后。好，敢威胁朕，那你就在慈安寺待到死吧！哼！臣妾之所以见到定王殿下，是因为他在附近查探凉州军的动静。殿下怀疑军队有意此与左丞有关。慈恩寺内有一种香，能刺激人说出真话，不如趁此机会。虽然皇上来此出乎意料，但好在一切有惊无险。娘娘，您这是何苦呢？爹说的没错，本宫终究是错夫。娘娘现在清醒还来得及。告诉你，动手吧。既然他厌弃本宫，本宫就按照皇位冠以黑族。呀！什么声音？皇上，左丞谋反，带领西凉兵杀过来了。朕的禁无卫呢？定王殿下带领禁无卫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可是时间上恐怕来不及呀。这先躲一躲，走。皇后，你好大的胆子，敢谋反！皇上，现在想逃，怕是来不及了吧？不过，我可以看在我们多年夫妻的份上，给皇上留个全尸。杀！皇上，传本宫的令，取宁妃首级，赏金万两，封万户侯。二小姐，宋某夫，住手！十二小姐，赵元见过十二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镇北侯的手下，沈家抄家后被凉州军收编，现在归左丞管辖。叛军！他们不是叛军，军令在此，镇北军何在？谨遵二小姐令。镇北军听令，清剿叛军，护送皇上与定王殿下会合。是。待众将士回宫，朕定会为你们加官进爵，绝不食言。皇上，我们不要加官进爵，只希望皇上能重审镇北王府一案。侯王爷一心为国，从未有半点逾矩之处，求皇上成全。求皇上成全。好，臣答应你们，镇北侯平反。谢皇上。你们先带皇上走，少放营的人跟我走，清剿叛军。是。放肆！皇上还没有废后，我还是皇后。皇后又怎样？
你家住在我们沈家的一切，我都要尽数讨回。好啊，怎么不跑了？你别得意，敌已经把皇宫全部包围了，皇上就算有命回到紫禁城，也没命再坐上龙椅了。那太可惜了，你没办法见证我。这些就是你姐姐。是皇后能用。皇后，皇后，我要让你血债血偿！你是怎么对我姐姐的，今天我就怎么对你。是这个蛋好，还是在这儿好呢？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我！这是我祖母的，这是我姐姐的，这是我镇北侯府上下70余口的性命的。翟娘，小母姐姐，我为你们报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后妃宁氏德容兼备，殊甚其身。今朕特以宁妃之贤德，册封为皇贵妃，以示褒奖。宁儿，中宫爵位，以后就由你掌管。谢皇上容易，臣妾定当尽心尽力，不负圣望。皇上，臣妾还有一事。何事？听闻左承叛军已尽数伏诛。没错，此事还要多亏定王助阵。皇上曾答应臣妾重查沈家一案。爱妃，朕乃天子，金口玉言，诛灭沈家的圣旨就是朕亲自下的。难道你要天下百姓朝着朕朝令夕改吗？皇上，够了，此事无需在意。你是沈家庶女，朕封你为皇贵妃，已是无上荣耀，也算对得起沈家那些冤死的人了。退下吧。既然你不愿意为沈家翻案，那我就换一个愿意的来当这个皇上。皇帝的身子已经不行，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他膝下无子，你继承皇位已成定局。谢爷，你告诉我，你登基之后会为沈家翻案？你不信任我？本来没打算这么早让你知道的。这是什么？这是我走访了镇北侯生前所有的部下，以及他驻扎过所有城池的百姓，写成了的万民请愿书。有了它，镇北侯的封国便可天下皆知，史书永传。
你们两个，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来人呐！来人！何苦？这整个皇宫上下全部都是我的人。什么意思？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皇兄？现在的紫禁城由我做着。你是想谋反吗？那要看皇兄够不够识时务。皇兄，这皇位你坐的时间也够久，是时候该让了。要是不让他，逼宫不成？臣弟不敢。不过臣弟有的是办法，让你心甘情愿的禅位。皇兄，这可是你亲自发明的水滴刑，水滴骨穿，你的头皮会变得完全软烂，胀得又白又厚，并且在水滴的作用下开始裂开。那么就请皇兄好好享受一下。我让！皇兄，臣弟说一句，皇兄写一句。朕自即位以来，历经数载，深知治国之重，民生之艰。朕弟定王德才兼备，仁慈宽厚，实为国家之栋梁。朕思之再三，决意效仿古代圣人，自即日起，将皇位禅让于朕弟。自即日起，朕将退位，朕弟将继皇帝位，承继大统。望文武百官各守其职，辅佐新君，共襄盛举。愿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大荣历300年，德宗崩，如嗣，朝野震动，皇帝定王，民讳衍，素有德行，人心归附。遂于昭德14年9月9日即位于昭庆殿，是为昭武帝，改国号为大昭，年号开元，以示新朝之始，万象更新，昭告天下，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以慰民心。朕初即位，览察旧案，使知镇北侯谋反一事，乃子虚乌有，念其生前之勋劳，死后之哀荣，特此昭告天下，追复镇北侯爵位，以彰其节，以慰其灵。镇北侯二小姐沈园端庄贤淑，德才兼备，可谓六宫之首，特此昭告天下，立沈氏为后，以正六宫，以安天下。姐姐，妹妹，你们看到了吗？女儿终于为你们报仇了。这一路我忍辱负重，历经艰辛，但是我从未有过一刻想过放弃。如今大仇得报，你们可以安息了，也终于能放下这沉重的枷锁。皇后娘娘小心台阶。我装